后这个水彩呢，不是美甲专用水彩，就是普通我们做水彩画运用的水彩啊。但是现在经过市场的这个应用，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厂家，他会专门定制一些专门水彩里面运用到的一些这种亮晶晶的样子。但是水彩呢，它像这种但凡是在这种格格装的，它都是由一些管状水彩然后挤进去烘干做的，所以大家每一次买水彩，如果收到的新水彩里面有轻微的有这种裂纹的话，都属于正常现象，这是烘干过程中导致的，不代表说这个是坏的，是可以用的啊。然后这个日常运用中呢，我们对水彩也分为几种。如果说我们前期练习的话，这个水彩一般分成为两种，第一种呢是偏油状类的水彩，看一下。对吧？是油亮的，像这种水彩是我们首要选择的一种，甭管是什么品牌呀什么，大家可以一定是看选择这种油状的，因为这种做出来在甲面上的效果以及显色度以及它在调色中是比较好用的，不容易有颗粒。但是有的水彩呢，你像这种是不是能看出来它是这种粉质的，对吧？之前呢，我就说用这个给大家去这个便宜一点吧，推荐大家去用这种。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就算我们多花10块20块，也要去买这种偏油状类的，这种用起来的话很容易有粉。但是这种我们在纸上画，在这个水彩纸上怎么画都行，都还好。但只要是上指甲上颜色，还是一定要选择这种偏油状类的啊，这是水彩的区别。然后水彩呢，它是要借助水的这个介质去操作的。用到的笔有哪些呢？看一下，用到的笔呢，我们一般会去选择这种狼毫笔，价格不高，可能就在1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价格不高。然后大家选择笔的时候，选择几号的，1号、2号、3号都可以，1号、2号、3号都可以啊。就是1号呢，你看这是1号的，1号的笔毛相对来说要短一点，2号相对中等，3号越长，号越大，它的这个毛一个是越长，另外一个是越粗的，所以说大家在选笔的时候，如果选小笔，平常用的话，一般2号、3号就可以啊。1号呢适合画一些小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2号、3号更常用一些，好吧？然后4号也是可以，2、3、4都行，但一定要看好你买的狼毫笔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说没有狼毫笔，我想自己练习着用，前期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选择那个万能笔。用万能笔，但是这个万能笔如果画过水彩之后，就不能再用它去做其他了，因为它里面那个水彩虽然洗干净，但还是会不干净。而且如果你这个笔用过胶之后再来用水彩，它在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这种就跟有油似的那种效果，可能做不干净，好吧？所以说水彩笔就单独用来做水彩，我们不要做其他去使用，啊。来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甭管是哪种水彩。大家在拿到一个新水彩之后，如果它自带调色纸那可以，如果它没有调色纸，就是没有色卡需要我们自行去操作。一般来说，水彩有的会给你带一张纸，写好这个水彩色卡的一个位置啊，对应颜色。这个色卡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涂的。怎么去涂呢？水彩怎么运用？还需要准备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杯清水，就是自来水就行，然后拿个纸杯或者大家日常经常拿一个小水碗，专门用来调水彩去使用，不要太小啊，太小不够用的。然后这里呢，我就用这支笔来给大家稍作演示。然后除了这个清水以外，还需要准备一个调色盘。调色盘呢，大家可以用咱们美甲常用的调色纸或者咱家那个调色盘去用。但如果你的调色盘全是胶，比较黏糊的话，也就不要用了，不如直接拿这种一次性的油纸去使用会更好，好吧？来，我们这个笔一定是借助在水的作用下，因为你干刷可能是刷不上的，你干刷颜色刷完之后出来的这个面儿，对吧？没有水，它是刷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好看，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个拿到一支新的笔，在这个清水里面先给它涮一涮，因为一般来说封笔它都会有一层类似于浆糊似的啊，黏糊的啊，它会把这个笔给比较发硬，所以拿来的新笔不要直接用，我们需要先去拿清水开笔，把笔给开起来，开好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去怎么样？我放到这里，往上来点。开笔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取色了。但如果说你的笔比较大，上面挂有水珠的情况下，你又不想让颜色特别的这个稀，记住准备一张吸水纸，可以用纸巾，可以用吸水布，也可以用这个中华用纸，只要不掉毛的都可以，但是吸水性一定要强。你要是用咱家的棉片吧，它吸水太慢了啊！所以说选用纸，比如有水分的存在的时候，在上面点一下，看到没有，水就被吸走了。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这个吸水去控制我们笔上水量的，然后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同样我去取这个蘸一点清水啊，蘸好清水之后，拿黑色来说吧。取色的时候注意看我们的笔毛要怎么样，是顺着它去取，你看这种顺着它去取，千万不要用笔尖来回戳，是顺着它的笔毛去取色调色。如果在水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取好的颜色一定先在调色盘上，我们先去进行搅拌，把颜色给调色均匀，不能说把这个笔让清水在这调了之后，上来直接就开始往指甲上去用，不可以啊，一定是先在调色纸上把颜色调匀之后，再去指甲上进行彩绘，进行绘画。啊，你看，在这个
水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比如说这边，当我把这边水量调大的情况下，拿一张水彩纸啊，出来的这个颜色，看。是颜色就偏浅一点，能看出来它是偏透一点点的，就跟咱甲胶一样，透色胶加的多。但如果说同样是这个颜色，我笔也是取好这个水没有过多水的时候，我再去取色。这次呢，我多量取色，在旁边去搅拌，但一定也是借助水的作用啊，注意好水跟色彩的比例。来取好这个颜色之后，我再去画，我们能发现现在的颜色比刚才就要浓重了很多。比刚才就要浓了很多。那同样，我想再重一点，我是不是可以再次去取这个颜料？取好水彩之后，不要直接画啊，一定记得在水的作用下先给它搅拌。我可以用少量的水加多量的颜料去进行调色。调完的这个颜色呢，你看，这是一个浓黑色啊，浓墨色、浓黑色。对吧？也就是说，水量少的时候是这种，中等的时候这种水量，我给写一下，这个水多，中等。这个水量少、颜色多的时候，出来的颜色效果是不一样的。在指甲上也是，当我们想让这个我们在画的过程中能一笔上色，一定记得不能用大量的水去调，不能说我调着，我再加点水，感觉不够，我再加点水。加完水之后，它的颜色就会被稀释掉，颜色的浓度就会减弱，啊。然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颜料跟水彩的比例，跟水的比例，颜料跟水的比例，调好之后去进行绘画，去进行绘图，在指甲上也好，在哪里也好啊。因为这支笔比较小，它适合一般要真正说这支笔用来画水彩画的话，它是用来做勾线去使用的。在指甲上因为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意。但是如果说是在纸上，我们一般也就用它来勾线或者画小细节，不会用它大面积的去涂色，所以这支笔在指甲上用行，但真正绘画的时候，大家可以选用那种粗一点的这个水彩笔啊，粗一点的水彩笔。好了，这是我们这个要学会在使用的时候，每一次取色，取好颜色调完了，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如果颜色浅了，那我再加一点，再进行调好之后再次去使用。也就是说，每一次一定是在调色板上把颜色调匀之后，再往指甲上去进行绘画。好了，那一个颜色调好之后，比如说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了，我再画着。但过程中我这支笔需要换色了，怎么办？不能直接去蘸取别的颜色，一定是拿清水，把这支笔在里面怎么样？先涮干净，在这个杯壁上刮一下，感觉没有颜色流出来了。如果说刮的过程中怎么还有一些颜色，那说明没洗干净，需要再洗一下，给它刮到旁边没有什么颜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再去取第二个颜色，一定不要用笔尖戳啊，用侧面去取出来，在调色板上进行匀色。好了，这个时候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再去往这个指甲或者说是纸上去进行绘画。好吧，再往纸上去绘画。这个彩绘大家应该都学习过啊。一般用彩绘笔，咱用万能笔啊，用什么笔？咱是不是多数是以笔尖控笔、压笔去画出我们想要的一个花瓣或者叶子等等的大小图案？但是在这个水彩绘画的时候，除了刚跟大家说过的基础要点，换色呀、调色呀等等的，控水量呀等等的这些以外，我们在用水彩进行绘画的时候，大家注意好，看好了啊，这个。彩绘咱是用笔尖压下去，对吧？但是这个狼毫笔、水彩笔它不一样，你压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不会把这个毛给炸开，也就是说，这个笔它顶多也就这样了。就是如果我们想画粗一点的线条，怎么用呢？水彩笔看好了，用笔尖的侧面部分去进行绘画。看，比如说我要画一个那个花瓣或者叶子也好，你看用笔尖的侧面平向拖动，然后慢慢抬笔再收起来，是这种感觉啊。上面要叶子的话，好，我再往上去勾。我再往上面去勾，然后收下来，往下去拐弯，出一个小叶子就有了，对不对？所以说像水彩画画，大家在指甲上也是铺色也好，做什么也好，一定是把笔放下去，放到用它的侧面去画。如果我们想画的这个花瓣或者叶子大一点的情况下，好了，那我把笔压大一点，看到没有？用笔的侧面压大一点，往这儿去收。那如果想要画小一点点的叶子，我们就用笔尖，我稍微压一点，也是用的是哪里？侧面的部分。你看清楚吗？其实不要想着再去跟我们画彩绘似的啊，用笔尖去画，这种只适合用来勾线，但是不适合用来干啥？不适合用来去大面积涂色。另外，狼毫笔大家每次打开用，你们去检查，大家收到的所有狼毫笔都是有一个小尖尖的，你看到没有？前面有一个细细的小尖尖，这不代表笔坏了啊。狼毫笔也好，毛笔也好，就是但凡写毛笔字的这些同学应该都懂。前面这一根线条是用来干啥呢？是用来收细线的，是万万不可以把它剪掉的，是绝对不可以剪掉的啊！不要觉得说，你这有一根多余的毛，不是的，这跟彩绘笔不一样。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如果笔尖没有这根细线，我想要勾出你看细细的这根线条怎么勾？
可能就比较粗了。但有了这根细线的情况下，我想去勾，我慢慢抬起来，把这个结尾给它收起来，我就可以收出这种细细的线条。所以说前端的这根小毛毛是千万不能剪掉的，好吧？千万不能剪掉的。好了，这是我们在水彩学习之前需要知道的这些。那我们拿到了这个水彩盘之后，怎么去进行做这个色卡的制作？怎么进行色卡的制作？就这儿，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大家在做色卡没有这种的话，你们可以买这种水彩纸，自己剪一块下来去调色。比如说就这一排来说吧，就这一排来说啊，一定要有，不能因为我们目测，你看这个颜色是这个样的，比较重的，对吧？我把笔涮一涮，我再去取这个颜色。取好颜色之后调一调，做出来它可能是这种浅浅的，跟它会有一点色差，所以说色卡是必须备的，必备的啊，必备的。那怎么去做色卡呢？来把笔涮干净，涮干净之后不要有过多的水，因为做色卡需要保证做出来的这个颜色浓度是偏高的。那你要自己知道，我可以多加点水，可能比这个颜色还要浅一点，对吧？但一定在这上面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色彩饱和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来取好这个黄色。这是一个明黄啊，明黄色呢，还有柠檬黄都可以作为3原色的黄色之一。取好颜色之后，不要直接画。如果你们的没有调匀的情况下，会在画的过程中产生颗粒。纸上还好，在指甲上尤为明显，好吧？但是那个前期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做色卡，直接平涂，看到没有？平涂，把这个色卡给涂上去，就知道哦，这是它的一个显色最强显色度。好了，涮一下笔，涮干净笔之后选第2个颜色。因为我做色卡，我一般就是直接往这上面去刷，所以色卡还好，但是真正做指甲的话，一定要记得在这上面去调完颜色再去使用，好不好？来，第3个颜色再去涮一下笔，换一下，再去取这个，这是个土黄色啊。其实颜色有很多种，而且每个颜色都有自己的名字，赭石，对吧？赭石棕、赭石黑啊，这些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名字，咱就不用涂那么多，只要大概知道它偏向于什么颜色就可以了，好不好？就这么一点一点去涂出来就好了啊，就涂出来。然后关于这个在水彩里面的渐变技法的话，大家去看下一节课，基础用到的工具就这么多，以及颜料和笔的使用，还有调色纸、调色盘，这些大家多多注意。另外还有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水彩，比如说这个位置，你看已经干透了，对不对？干透的水彩它不跟胶一样，胶干了是不是就不能用了？但是水彩是可以继续用的。比如这一块干了之后，我们想要继续用这个颜色，比如说之前我们要进行混色，调好了一个颜色，对吧？我很喜欢这个颜色，但是过一会儿干了，我再去等比例去调或者怎么样，我可能掌握不好这个度，可能跟之前的这个颜色有一点点误差，那怎么办？这个地方干掉之后没关系，只要把笔刷干净，再去点进一点水进行搅拌，它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因为水量有可能过多的情况下，颜色会变得稀释。会变浅很多，但是大家知道，水彩就算是干了，它也可以重复利用的啊。水彩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膏状水彩，膏状的是管状水彩，跟这个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把它挤到调色盘上去，然后挤到调色盘上去，同样也是蘸着水去把边缘一点点稀释，根据颜色的浓度去调节好了之后往指甲上去画也是一样的，但是这种会更方便储存一点，好吧？会更方便一点。你看这个也干的透的，但是依然可以用啊，我先放到这儿。其实这个里面我就是多加点水，然后让它泡一下，自己泡干，把颜料泡开也就可以了，是有点类似于咱那个粉底那种似的啊。好了，这是那个水彩基础会用到的工具，简单的入门小知识，大家先简单做了解。